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社工界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跟薪资有关的问题，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虽然加班跟薪资脱不了关系，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因为加班比较复杂，当然跟薪资也有关系，避免大家听到一半被我催眠了。我们还是分开说会比较有效率。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薪资。现在社工的类型很多，本集无法包含所有的社会工作类型，在法令的解释上也是一样。像我们在医院工作的，跟安置机构的工作虽然相似，都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就是无法跟 7-Eleven 的便利商店相比，医院与安置机构也无法相比。大家在讨论劳动条件的时候，会不会很苦恼？劳基法的法条跟我遇到的问题好像搭不在一起，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需要在网络上用下列关键字做搜寻，例如在 Google 上面输入医疗劳基法汇编，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汇编通常是把案例集结成册，会跟我们遇到的问题比较相近。案例中有适用法令的说明，大家也会比较好了解。跟医院有相关的汇编有劳动基准法实务常见案例汇编、医疗保健服务业107年3月版。网址在下面的说明栏中。社福团体的部分也有劳动基准法实务常见案例汇编、社会福利服务业108年4月版。不过最新的一版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出版社工人员劳动权益手册111年的12月，是社福人员最新的手册，一样有案例的说明，写得比较白话易懂，在影片说明栏中都有下载的网址，可以去下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谈的薪资主要是谈劳基法上面的定义，跟劳基法相关的问题。不过，社会工作的类型和领域很多元，工作的薪资的内容也非常多元，但是可以分为固定薪跟变动薪两个部分。固定薪就是不曾变动的薪资。举例来说，有些机构有所谓的底薪，底薪不太会变动，所以它就是属于固定薪资。或者是有一些加给加级，例如主管加级、偏远加级，每个都是固定的薪资。这个就是属于固定性的部分。至于变动薪资的部分，像奖金，例如业绩奖金，或者是有些单位直接以变动薪资为项目，也就是说这些钱每个月有多有少，不是固定的一笔数额，这个就叫做变动薪资。不论是变动型或者是固定型有多少，每个月你领的钱就叫做薪资。为什么薪资要搞得那么复杂呢？因为早年有许多的公司行号为了规避要把劳工保险的投保费用跟退休金的提拨额度希望以低薪做计算，所以就会巧立了许多的名目，把固定薪水往下降，再利用加给的方法把它加回去。主要是因为早年计算的额度
以固定薪为主。后来因为这些公司行号的做法，以至于劳工保险的投保薪资急剧过低，和劳工退休金提拨款不足，后来就订定了基准的时候，一律把一个月劳工可以领到的钱，不管你怎样巧立名目，固定薪与变动薪资，固定与变动的薪资，有的没有的加给，全部都列在薪资的内容之中。所以现在的薪资就是你薪水单上面经常性给予的钱，就会被列为薪资。薪资会牵涉到雇主投保劳工保险的投保薪资集聚的比例额度，牵涉到雇主要缴多少钱，劳工要分担多少钱。另外一个部分是退休金，应该说是绝对大部分的年轻的工作者投保劳工保险都是属于薪资，也就是说退休金是薪水的 6% 提拨到个人的劳动专户当中，跟过去劳保旧制不一样，所以各位的薪水是退休金以每个月薪资乘 6%， 就是雇主应该要提拨的钱进劳工的个人退休金专户里面做累积。薪水对劳工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工作赚取对价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如果今天工作很忙很累，但是赚取的钱很少，这个部分就需要多做工作，或者是考虑是不是要换其他的工作。因为薪资的高低会影响我们前面几集谈到的劳工保险的投保薪资计算、退休金的提拨，还有如果你被资遣的时候，资遣费的计算也跟薪资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常见有关钱的事情会造成劳资问题，大致上有3。第一，减少薪资的部分，老板不可以单方面减少薪资的发给，其中包含扣薪、罚钱、减薪等。在我们家，如果要从自己的薪水当中扣除相关的费用，例如医院停车场的停车费、中午的餐费等等，都要劳工自己签自愿代扣费用的同意书，不然医院是不可以从员工的薪水里面做扣除，所以同工要自己去付钱，不可以记账。其原因就是不可以减少员工的薪水。但是有一个部分是例外，不需要填同意书即可代扣费用。这个部分呢，就是健保费和劳保费，员工应该自付的部分。除此之外，是不可以用任何原因扣员工的薪水。有人会问，请事假是不是就不能扣薪水呢？我想你大概是想太多了，因为劳工界有一句名言 No work, no pay，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薪水是累加上去的，不是用扣除的。就好像部分工时以小时计薪，其实月薪也是一样，以小时计算。只是大家习以为常，领月薪久了，就会认为请事假会被扣钱，其实不是，而是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可以领。第二，给付的原则，劳工的义务是把工作做好，老板的义务就是发薪水，这是一个对价的关系，比较不是单方的恩给所致，所以老板给钱是要以经常性的给付为主，例如每个月、每一季可以称为经常性的给予，在专业名词上面叫做
时间上的经常性。另外，有不少面试的资料当中写到保障薪资，把 1.5 个月的年终奖金算进去薪资当中。这样的要件是企业依自己的劳动契约、工作规则、团体协约、企业内的习惯的给予制度，是经常性的给予，就必须要给付 13.5 个月。这个部分会直接影响到资遣费、退休金、职业灾害补偿时的计算。给钱需要使用通用货币。20年前曾经听到有人在抱怨某单位的3节中的中秋节奖金拿去买自己基金会庇护工厂的月饼来送给员工，还跟员工说中秋节的礼金帮大家做了爱心，其实是老板自己从左手的口袋里面拿钱放进右手口袋，这是很明显的没有用通用货币。现在也不是古早年代以物易物过生活，结果庇护工厂当年月饼是卖完了，因为月饼太难吃，大家都知道，庇护工厂的生意就更不美丽。请不要对号入座哦，给钱是定期、直接和全额的发给薪资。定期有些是一次发，有些工厂是2次发，直接给付现金或转账薪资。薪水要全额，不可以分期付款。在社工界中有薪水回捐的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就是违法的情形，因为没有全部给付给员工，当然要求员工吐出部分的钱也是不对的事。第三，年终奖金给或不给。年终奖金如果写在契约里面，就要依契约给付。如果没有呢？劳基法并没有规定雇主必须一定要发给员工年终奖金，因此年终奖金是事业单位自行评估该年度的盈利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发给奖金。劳基法第29条当中提到，事业单位于营业年度终了结算有盈余，除缴纳税捐、弥补亏损及提列股息、公积金外，对于全年工作无过失之劳工，应给予奖金或分配红利，因此属于奖励性质。在医院中有很多护理师会问，如果我们的病人恶意欠款怎么办？我通常是这样说的，如果经一切的法律程序，所有有制度的企业都会把这些钱打入呆账，拿企业的盈余来填补，就是劳基法第29条当中提到的盈余冲销呆账，医院就会减少所赚的钱弥补亏损，在缴了税捐、提列股息、公积金之外，剩下一点点才会分给大家。这个部分就是年终奖金，所以年终奖金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薪水。谈到薪水，就要跟大家提另外一个加薪薪水的议题，加班。这是一个很大的又复杂的问题，前面有说，我们下集会谈。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